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笨港旅行，不过这个笨港不是400年前严思齐登陆台湾的古笨港，这个笨港是在桃园新屋的笨港里。我今天预定行走路线就是造访笨港的7间伯公庙，算是笨港伯公片路。那我后面是新屋天后宫，这间庙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尊全国最高的青铜妈祖神像，高30公尺，重120吨。我现在从天后宫出发，今天的笨港伯公片路差不多要走8公里。敦煌堂、三合院古厝，可能是洪姓人家。现在这样的凉爽季节，最适合徒步旅行，即使是寻常的乡间小路，走起来都非常的舒适。笨港太子宫，嗨，早安，嗨，猫咪。港兴路，前面就是西滨快速公路，这附近有一间土地公庙。哦，可能在树丛里面。这是今天造访的第1间伯公庙。哇，是停电吗？右边那里是江夏堂。你好，我也姓黄了。哦，这么有规模的古厝。江夏堂，这是公祠。哇，连鹅都在叫了，狗跟鹅都要对我抗议，我还是赶快离开好了。笨港这个地方的居民就是以姓黄的居多。江夏堂，江夏堂走出来，对面那边就有一间土地公庙。福德祠，旁边有一棵老榕树。前面就是皮堂。这间庙是田头伯公，我造访的第2间伯公庙。哦，今天新屋的天气预报是下雨几率30%，现在已经飘毛毛雨了，我就在这边避雨一下。从这边走往西滨快速公路。永安赛车场，这里有公厕。新屋滨海植物园，它的前身是永安雪森林油气区。位于永安渔港南岸，因经营不善，封园迄今20几年，现在重新转型活化为新屋滨海植物园，占地6公顷。原来这里是永安雪森林油气区，荒废20几年，难怪我没有来过。哦，前面居然还有碉堡啊！这里有碉堡。只是不确定是日军还是国军新建的。我就绕一小圈就好了，毕竟我今天是来看伯公，不是来看植物的。我刚刚才走了一小段而已，整个园区蛮大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入口。刚刚 Google 了一下。新屋滨海植物园是去年6月新完工的，所以才完工1年多而已。我要继续前行了，继续我的笨港伯公片路。我忘记新屋海岸了，这是新滨1号桥。右侧这条路往永安渔港，
过桥后，我不走海岸，我走树林里面。这边岔路取右行，这里有住家。这边取右行。嗨，老黄你好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笨港贝壳伯公就在马路旁。这里有笨港贝壳土地公的严格简介。这间庙历史悠久。这是旧庙的屋脊。因为当初居民建庙的时候，在屋脊镶砍贝壳，所以称为贝壳伯公。小黑不要吵，我在做录影，待会再叫好不好？谢谢。这是去年重建的贝壳伯公，因为前年6月一辆货车迷路开进这条巷道，在倒车的时候不幸将伯公庙撞毁，所以在去年重建完成。白发之功劳，黄金是福人。在新屋笨港地区的海边，有一群客家人是以海为生，所以当他们要出来捕鱼的时候，都会来贝壳伯公这边拜拜，祈求平安，告别贝壳伯公。我要循原路折返，我从治疗步道走往永安海岸。这条步道可以通往游客中心。哇，这一条森林里面的栈道很有秘境的感觉，可能是台风过后还没有打扫吧。哦，走出来了，接上永安海岸的自行车道了。我抵达游客中心了，旁边这里有沙雕。游客中心，海洋客家千古文化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榕树下65号。这里是永安自行车道途中一处中继站，在这边可以休息、喝咖啡、看看展览。不过我今天跟伯公有约，所以没办法久留。废弃的碉堡，我要在这边取左行。附近那里有一间土地公庙，土地公庙在前面那里。3号咖啡，福德祠，这是笨港里海埔伯公。我要从这里走往西滨快速公路。榕树下考古遗址。在快速公路的桥下，这附近挖掘出来的考古遗址。榕树下福德宫就在树林后面。榕树下福德宫。这间伯公庙还蛮有规模的。榕树下伯公是我今天造访的第5间伯公庙。
榕树下是这里的地名，榕树下也是笨港主要的聚落之一。那我待会就进去社区里面逛一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老房子。这里平常应该不会有游客造访，所以待会如果遇到狗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怒问客从何处来。前面有一间祠堂，这是黄氏家庙 ，Google 地图标示为仙凤宫宫厅。我刚在笨港贝壳伯公庙那边看导览解说的时候，有提到。相传是乾隆末嘉靖初，黄仙凤家族渡海来台时，在笨子港榕树下拓垦，所以这里就是黄仙凤宫的宫厅。所以这边的居民应该以姓黄居多。哦，黄家的狗在叫了，嗨！不过它有摇尾巴，应该是打招呼而已。1、2、3、4、5只狗，拜拜拜拜。唉，一个人的旅行造成社区不安宁，真的心里过意不去。拜拜。我继续走西滨快速公路。我会在这里左转港深路。我抵达台15线滨海公路，榕树下。我会在这里过马路，走对面的巷道。这是我今天要造访的第6间伯公庙。笨里地灵，港村人杰。这间土地公庙有180年到200年的历史。当然，最初都是三立石土地公。随着居民拓垦成功，当然就会帮伯公盖新房。从这里往回走，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地图，前面还有2间土地公庙，所以我今天应该会造访到8间土地公庙。左方远处那里，伯公庙、福隆宫。这间土地公庙比较古老，白发之公老，黄金四福人。离开福隆宫，往回走，继续走普和路。前面那里有一间祠堂，江夏堂，这是黄姓宗祠。这样到底是算开放还是没有开放，还是半开放？我就在门口拍摄一下就好了。旁边有荒废的红砖屋，红砖三合院。埔子顶2号。埔子顶也是笨港主要的聚落之一，这确定是日本时代的建筑元素。埔子顶伯公庙应该是在前面那边。哦，看到了，还蛮隐秘的。
今天得罪蛮多狗了。蒲子顶福德祠，我等狗狗吠累了才录影。蒲子顶福德祠，早期都是三砾石土地公，就像那个样子。不过现在已经改建了。这是台湾近年来流行的工厂预铸组合的方式的标准化福德祠。这种工厂标准化制作出来的石雕，就比较没有工匠雕刻那种艺术感吧。不过这样的建庙方式也是时代的趋势吧。庙旁就有住家，所以狗狗一直在狂吠。那我只好离开了，不要打扰住户安宁。我现在走往新屋天后宫，我停车的地方。我不是不走路桥，是因为路桥已经封闭了。笨港国民小学，为什么这里叫做笨港呢？这个地名的由来已经有好几百年了，所以已经不可考。网络的说法就有4、5种，所以就随个人解读。我回到新屋天后宫了。今天造访的8间伯公庙，因为是要走笨港伯公片路，所以绕得比较远。总共走了9公里多，花了3个小时又40分钟。我当然不会很矫情的说，你造访越多伯公庙，会得到越多的庇佑。我只能老生常谈的说，多走路有益健康，能走就是福。那我今天的笨港伯公片路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笨港徒步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1、2、3、4、5，5只狗。